乌克兰波尔塔瓦高等军事指挥通信学院遭俄军2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精准打击，外界普遍认为是对乌克兰的重创。那么，乌克兰为何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伊斯坎德尔 M 有哪些看家本领呢？从俄军这次袭击的效果来看，导弹直接击中乌克兰波尔塔瓦高等军事指挥通信学院的一栋主楼，导致主楼部分楼体是垮塌。这说明伊斯坎德尔 M 的打击威力和命中精度都是很高的。伊斯坎德尔 M 全长为7.3米，弹体最大直径为0.92米，起飞重量3.8吨，战斗部重700公斤左右，最大射程约为400千米到500千米。伊斯坎德尔 M 被认为是世界上打击精度最高的战术弹道导弹之一。它采用惯性加地形匹配加卫星加末端景象匹配的复合制导方式，打击精度在10米以内。除了打得准以外，伊斯坎德尔 M 还具有突出的突防能力。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俄军大量使用的情况下，乌军成功拦截的数量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快。伊斯坎德尔 M 采用了隐身设计，最快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能够以每秒2.6千米的速度飞行。这样一来，从导弹发射到命中目标，最多就几分钟的时间，留给敌人反应的时间非常短。观察指出，在这次打击过程当中，虽然空袭警报响了，但北约教官和乌方人员还未来得及进入防空掩体，导弹就砸下来了。根据乌方发布的消息，2枚伊斯坎德尔 M 共造成300多人伤亡。这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反映出俄军掌握了非常精准的情报，不仅知道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也知道那个时候聚集了大量的人。据了解，俄军袭击的波尔塔瓦高等军事通信指挥学院是乌军专门培养通信和电子战专家以及无人机操作员的地方。如今，教官和学员都在袭击中大量伤亡，很可能会影响到俄乌战局的走向。俄军能够频频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打击乌军各类目标，说明俄军拥有的数量很可观。根据挪威情报局8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俄罗斯显著增加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产量。除了对波尔塔瓦乌军高等军事指挥通信学院进行打击之外，俄军在过去10天时间里还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打击了乌军很多其他目标。不难看出，伊斯坎德尔 M 已经成为俄军的王牌武器。对防空系统不足的乌军来说，面临的挑战无疑越来越大。俄罗斯现在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精准地对这些训练基地、训练中心打击以后，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将来哪些教官还敢到这里来进行培训？没有人身安全呢？那跟上战场一样啊！这个对乌克兰的人员培训和装备的集结、储存造成了巨大破坏。日前，俄总统普京发出可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信号，而在1个月前，乌军越境突袭库尔斯克的时候，俄方明确表示和谈窗口已关闭。请教一下邵女士，您对此如何看？我觉得这个转变呢，从表面上看呢，可能和8月份俄军在顿巴斯方向取得的进展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普京他所说的这个谈判条件呢，好像呢又没有要价那么高。6月份呢，普京曾经提出一个和谈条件，那个条件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一次呢，他只说呢，可以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之上进行谈判。我个人认为哈，其实普京这一次可能还是一个政治姿态。我们看呢，他提出的这个谈判的场合哈，其实是在刚刚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那么这个论坛上面呢，就是来参加的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当然是希望俄乌能够早日停火止战，实现和平。所以我觉得普京呢对友好国家讲了这番话，其实当然有回应友好国家关切的意思。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正计划无限期守住其占领的俄领土。有观察指出，俄乌两军在库尔斯克已经转入阵地战。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库尔斯克战事有何研判？之前呢，乌克兰经常公开在库尔斯克方向不同方向取得进展的视频、图像相关新闻，但是现在呢，他却大谈进攻库尔斯克的意义，很少公开相关的战果。这是因为他可能在很多方向上很难取得进攻的战果了。如果他进一步扩大他的打击的纵深，他的后勤会跟不上，有可能他的先锋被俄罗斯方面进行剿灭。
当然了，它在部分地区转入防守的同时呢，仍然在西部有限的方向进行进攻，包括呢，它仍然在打击谢伊姆河上的俄军的浮桥，试图呢进一步消灭谢伊姆河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部分俄军占领这一部分区域。那么，我觉得下步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攻防战。目前呢，俄罗斯仍然没有在这个方向云集重兵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在其他方向呢，俄军需要展开进攻。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东线的进攻比较顺利，那么俄军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指出，前线形势所迫，乌军不得不把训练不足的新兵派到战场。请教一下邵女士，这凸显乌克兰面临怎样的困境？那现在呢，乌克兰有几个战场，南部呢有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两个地方当然现在不是战斗很激烈，但是呢，你需要有人去驻守，而且呢，可能也要发动一些攻势或者是回应俄方的进攻。那么再有就是哈尔科夫方向，这是5月份开始的，主要是俄罗斯主动进攻，关键是在8月份，乌克兰自己又在库尔斯克方向开辟了一个战线，而且呢，他这一次开辟战线。动用了他仅有的精锐的预备队，而且据说还从乌东前线撤出了一些兵力，所以现在你看啊，整个战线几千公里，那乌军肯定是不够的，就是在兵力上捉襟见肘，而且关键是它是分兵几条战线，所以导致可能任何一条战线的兵力都不是那么充足。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继续寻求支持，美、英、德、加等国纷纷表示将加码军援。那么这些国家将给乌克兰提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为何说西方屡屡试探甚至突破俄红线，但仍十分顾忌放开对乌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 We need to have this long-range capability not only o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of Ukraine, but also on the Russian territory. 当地时间9月6号，在美西方主导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各国提供更多远程导弹，并取消使用这些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的限制。不过，美国对此仍未松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直言，纵使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也不会扭转战局。We point out that it's not just one thing; it's a combin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how you integrate those capabilities to achieve objectives. 不过，奥斯汀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新一轮军援，包括武装车辆、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以及用于火箭炮和火炮的弹药。他还呼吁与会国家加大援乌力度与速度。We must all step up our support and quickly. 有美国官员日前透露，数月之后，美国将向乌方提供射程能够深入俄罗斯境内的贾斯姆远程巡航导弹。美军现役的贾斯姆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射巡航导弹之一，基本型射程达到370千米，增程型达到近1000千米，具有隐身能力，由美国洛马公司研发制造。这款导弹的设计目的是摧毁高价值的固定和移动目标。美军宣称，贾斯姆导弹的射程比乌克兰现有的大多数同类导弹都要远，可能会迫使俄罗斯将军队的集结地和补给站推后数百公里。如果从乌克兰与俄罗斯北部边境附近发射，可以打到俄罗斯沃罗涅日和布良斯克的军事设施。如果在乌克兰南部前线附近发射，则可以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此前，乌军曾使用英法提供的风暴阴影卡斯普 EG 巡航导弹，对克里米亚的俄军高价值目标，比如黑海舰队基地、造船厂和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不要拿俄方红线开玩笑。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如果乌克兰局势升级，美国将无法躲在大洋彼岸。实际上，乌克兰获得多少导弹，能够使用多少导弹，打击什么样的目标，都不是乌克兰方面能够独立的完成的。
那么需要西方在其中起到主要的作用，甚至我们说西方是有全面的决定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西方也是要留一个跟俄罗斯进行博弈的这么一个突破口。据统计，自俄乌冲突2022年2月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57亿美元，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渐提高。美国国防部9月6号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在此过程中，35个美国联邦州共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同。这也意味着美国援乌产生的收益绝大部分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机器轰鸣作响，900多公斤重的钢条被切割、锻造、加工成155毫米榴弹炮弹体。之后，这些弹体被运往艾奥瓦州，装上弹药并安装引信，其中大量炮弹最终都将被运往乌克兰。We achieved 36,000 rounds per month within the northeastern Pennsylvania operation about 6 months ago. Prior to that, we were manufacturing about 24,000 a month. We have several new production lines currently going in right now. 除美国以外，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加码军援乌克兰。英国国防部9月6号称，将向乌克兰提供650枚，总价值约1.62亿英镑的防空导弹。同一天，加拿大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向基辅运送超过8万枚小型伪装弹、空对地火箭弹和1300枚弹头。德国承诺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2门自行榴弹炮。而在9月4号，德国总理舒尔茨才对外宣布，已为乌克兰订购了17套伊尔伊斯特防空系统，其中2套将在今年交付，其余的15套将从2025年开始交付。乌克兰拿到的是弹药，拿到的是产品。那么这些弹药和产品由谁来生产？都是这些国家，就是美、英、法、德的相关企业。各国的援乌资金几乎都是定向的向本国企业去发放订单，所以我们说，与其说是援助的乌克兰，不如说是定向的在援助本国的军事工业。目前，乌军面临严峻的防空压力，连为数不多的 F-16战机也用来进行防空作战了。对此，泽连斯基批评西方防空系统的交付进程严重滞后。And I will not speak openly now about the number of systems we have received. Thank you so much again. But the number of air defense system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delivered is significant. 德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7套伊尔伊斯特防空系统，被认为能够有效缓解乌军面临的严峻防空挑战。那么，这款德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真实战力究竟如何？伊尔伊斯特是由德国迪尔防务公司联手意大利、瑞典、挪威、希腊等国军火商合研的一款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属于世界上同类产品的最先进型号之一。一套标准的伊尔伊斯特防空导弹系统包含3辆8连装导弹发射车、1辆雷达车、1辆指挥车，其拦截弹有 SLS 和 SLM 2种型号，拦截距离分别为20千米和40千米。其中，伊尔伊斯特的 SLM 导弹弹长3.1米，重106千克，采用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达3马赫。该导弹采用垂直发射方式，具备全向攻击能力。弹体有4片十字形弹翼和4片可动尾翼，使其具备稳定飞行和机动能力。制导方式为惯性加 GPS 加红外成像复合制导，战斗部为11.4千克高爆破片战斗部，配备触发和近炸引信。由于是欧洲多国联合研制，伊尔伊斯特可以与多款北约国家的雷达搭配使用。其中性能最优的是德国的多功能空中监视和目标捕获雷达。该型雷达是一种 C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为200米到250千米，可同时对1500个空中目标进行跟踪。即使在复杂的场景中，也可以自动区分高优先级威胁目标，并分配资源进行跟踪。据报道，德国此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8套伊尔伊斯特防空系统，并且取得不错的战果。乌军甚至夸赞其拦截率达到了100%。乌克兰第96防空导弹旅就表示，曾用这款防空系统击落了从黑海方向来袭的俄军口径巡航导弹。不过，有观察人士称，通过对一些拦截弹残骸的照片进行分析，很有可能是没有拦截到目标而启动了自毁程序。乌军口中的100%拦截率或是有水分的。
伊尔伊斯特防空系统还被质疑对俄军最先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束手无策，其究竟能在真实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仍有待观察。除了向外求援，乌克兰也在扩大国内军工生产。9月7号，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正建设地下武器工厂，将开始在地下设施内生产武器，以使乌军能够在其西方伙伴延迟攻武的情况下有武器自卫。此前，乌克兰宣布开发出新的帕利亚尼西亚无人机和雷霆2导弹，可以从境内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然而，俄国防部9月7号称，俄军空袭了乌军为导弹和无人机生产部件的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出席由美西方牵头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美、英、德等国纷纷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请教一下张先生，对于西方国家此时加码援乌，您如何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援乌武器加码或者说解禁，往往呢是和它战场的局势有关的，往往是呢战场上当乌方不利的时候，作战不利的时候，这西方呢会对乌克兰的援助会加码。那么这一次最近的时候，乌克兰虽然在库尔斯克方向取得了进展，但是有些西方专家认为，乌克兰虽然占领了俄罗斯的一些区域，但是呢它损失了相关的装备和人员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呢，乌克兰在乌东方向，特别是在红军村受到了俄军的进攻，下部很可能要失守，总体上对乌克兰的局势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呢，西方的援助可能要提高一些，试图呢改变一下战场上的局势。但是我们知道，西方援乌武器可以说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血液啊，是它的口粮，是它的干粮，但是呢，并不是逆转局势的灵丹妙药。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即便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也不会扭转战局。请教一下邵女士，您是如何看奥斯汀的这番表态？其实目前就是美国包括英法给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武器啊，就是陆军战术导弹、什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等等。说实话，它的射程呢也不是太远，可能也就是300公里或者是300多公里哈。风暴阴影呢，理论上呢它可以达到500公里，但是据说呢，其实英国还是对它的射程进行了限制。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射程，即便是解禁了，它能够打击的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你还是打不到俄罗斯更远处的那些，比如说战略轰炸机机场。而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次对乌克兰本土的轰炸，它的战略轰炸机其实起飞的地点都是非常非常远的，都是在很北的地方，或者是在中部的一些地方。而且呢，它也不会说飞到乌克兰的上空，因为它本身巡航导弹射程也很远，所以它就可能在1000多公里之外就发射导弹了。那么你这样的一个距离，说实话，你现在解禁了，其实乌克兰现有的西方武器也打不到。所以我觉得奥斯汀说的这个话呢，确实是没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奥斯汀就是让乌克兰不要寻求对远程打击方面进行解禁，其实也反映出美西方一个深层的担忧，就是他们呢也不想在俄乌冲突当中卷得太深。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称，无论北约是否反对，波兰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的北约成员国有责任拦截俄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警告称，波兰正在寻求加剧冲突。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波兰会不会真的去拦截这个俄罗斯的导弹呢？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波兰的战斗机进入乌克兰的领空去拦截俄罗斯的导弹，然后呢，它的这个防空系统在距离边界很远的地方去拦截俄罗斯的导弹、无人机，相当于去保护乌克兰的目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呢，这相当于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风险会非常高。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俄罗斯的导弹或者无人机，那么已经非常接近乌波边界了，那么有越过边界进入波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呢，波兰用导弹将它击落，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击落呢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小。否则的话，俄罗斯导弹进入波兰境内再击落，
那影响呢甚至会更大。前率先将 F-16送给乌军的荷兰首相斯霍夫与泽连斯基会谈时表示，同意让各国退役飞行员驾驶乌军 F-16参战。请教一下邵女士，荷兰为何在援乌 F-16战机的问题上如此积极？那我觉得这里边的原因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荷兰跟俄罗斯它是有一个仇恨的。这个仇恨呢，就是2014年7月份，当时呢就是马航的一架客机从荷兰起飞，结果在乌东上空呢就被击落了。那荷兰方面呢，经过调查说，击落马航飞机的就是乌东民兵使用了俄罗斯提供的山毛榉防空导弹。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让荷兰对俄罗斯呢一直是耿耿于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荷兰，你像什么比利时啊、什么丹麦呀、挪威呀、瑞典呐、芬兰呐，他们呢其实在外交方面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价值观。所以说，在俄乌冲突当中，就是公开更支持乌克兰、更仇恨俄罗斯的，还真不是英国、法国、美国，而是这些北欧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就是在外交方面它的一个传统。那么最后呢，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可能西方世界它本身也有一个分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些敏感的事情上，整个西方世界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由小国来带头突破，